嫁到东郊不久，小美就知道了，她嫁过来这笔买卖又亏了，亏大发了。难怪先生在金钱上没有和她计较，先生娶她是为了生儿子的。先生在南京和波士顿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求婚这个环节上，先生很波士顿。一旦过上日子，他浙江农民的天性就暴露出来了，钱越多越渴望有儿子。先生在浙江有3个女儿，他的太太却说什么都不肯再生了，不生就不生，太太不生他生，反正是一样的。先生不好色，他在外面从不招惹女人，作为这个方面的行家，小美有数。先生的量在那儿，每一次都特别多。先生还是一个精确的人，1个月来1次，每次都能赶上小美最危险的日子。小美知道了，先生在意的不是和小美做爱，而是和小美交配。小美却不想怀，她在皇家别墅院见过大量的那样的小男孩，他们聪明漂亮，他们的目光快乐而又清澈。不过小美是知道的，总有那么一天，他们的目光会忧郁起来，黯淡下去。一想起这个，小美就有些不寒而栗。小美也不能不为自己着想，一旦怀上了，她的出路无非就是2条：一，拿着钱走人；二，先做奶妈，拿着更多的钱走人。她小美又能走到哪里去？无论她走到昆明还是长春，约翰内斯堡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的身后永远会有一双聪明而又明亮的眼睛，然后这双眼忧郁起来了，黯淡下去了。那目光将是她的魂，一回头就看不见了。也许还有第3条路，这第3条路可就愈发凶险了。她小美凭什么一下子就能怀上儿子？完全可能是一个女儿。这就是为什么先生和他的契约不是1年，而是3年。奥妙就在这里。小美是谁？怎么能受人家的摆布？小美有这样一种能力，她能把每一次交配都上升到做爱。为了蛊惑先生，小美在床上施展了她的全部才华，比她卖的时候更像卖。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她的体态是痴狂的，她的呻吟乃至尖叫也是痴狂的，很专业。他是多么的需要他，已经爱上他了。先生很满足，满足也没有什么不对。满足给了先生奇异的直觉，这一次一定是儿子。为了给先生一个最健康最聪明的儿子，小美补钙补锌补铁，她还要补维生素 A、B、C。 当着先生的面，小美在早饭之前就要拿出药物来，吃花生米一样，一吞就是一大把。聪明的人时常是愚蠢的，在南京和波士顿受过良好教育的先生怎么也想不到维生素里头夹杂着避孕药。小美一直在避孕，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算先生的量再大，小美的小药丸也能把先生的千军万马杀他个片甲不留。我是个坏女人，我在先生的身边，小美这样想，我是对不起先生的。先生就是先生，先生有先生的生意，先生有先生的家。事实上，先生给小美的时间极其有限，每个月也就是48小时。48小时之后，先生就要拖着他的拉杆箱出发了。这一来，小美在东郊的家就有点像飞机场，一个月只有1个往返的航班。先生每一次降落，小美都是高兴的，说到底她也要。一起飞，小美就只剩下一样东西，28天或29天的时间。28天或29天的时间是一根非常非常大的骨头，光溜溜的，白花花的。小美像一只蚂蚁，爬上去再爬下来，缠绕了。
一般来说，蚂蚁是不会像狗那样趴下来休息的。小美都能听见蚂蚁浩浩荡荡的呼吸。白天还好，比较下来，黑夜就不那么好办。黑夜有一种功能，它能放大所有的坏东西。到处都是独守空房的女人，到处都是死一般的沉寂。皇家别墅院名副其实了，果然是皇家派头，一大群嫔妃，却永远见不着皇帝。偶尔有一两声犬吠，很远，没有呼应，仿佛扑空的坠落，像荒郊的寥落，也像野外的静谧。史前的气息无边无沿。都说这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纷繁浮华，红尘滚滚，烈火烹油。小美一个人端坐在子夜时分，她看到的只是豪华的枯寂。